这部90年代的科幻片为何会成为大部分观众的童年阴影，甚至被称之为最恐怖的科幻片？2040年，地球上的科技发展到了空前的高度，人类甚至准备冲出太阳系，建造了一艘名为新领域号的飞船驶向冥王星，却在途经海王星的时候莫名消失，直到2047年。消失了7年的新领域号突然向近地轨道上的空间站发来了神秘讯号，地球方面派出以米勒为船长的7人小队，以及新领域号的设计师威尔博士前往海王星搜救。他们驾驶飞船侠侣号顺利抵达海王星附近，从深度休眠中苏醒后，几人准备商讨搜救计划。威尔这时突然提出一个问题：2点之间的最短路线是什么？有人回答，当然是把它们连起来后的直线，但这个答案是错的，最短的距离就是没有距离。只要将空间折叠，让2点重合就能做到。而在新领域号里搭载着一颗能够制造出黑洞的超级引擎，它可以利用黑洞进行空间跳跃。但现在没有任何线索可以解释它在这7年间去了哪里，只知道飞船在消失前曾发出这么一道惨绝人寰的呼叫声。所以此次任务可能不会简单。正说着，侠侣号就冲进了海王星的大气。他们很快就在一片迷雾中发现了那传说中的新领域号，几番尝试呼叫都是无人应答。可匪夷所思的是，生物探测仪显示出整艘飞船的生命讯号，看来只有去到里面一探究竟。几人全副武装准备出动，丝毫不知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无间地狱。他们开启侠侣号的气密通道和新领域号对接，接着商量进入新领域号后进行分头调查。很快，一名船员就发现了一具曾经船员的遗体，这里到处都透着诡异，而最诡异的莫过于动力舱这边。负责调查黑洞引擎的是一名机械师，而他也即将做出这辈子最后悔的举动。随着黑洞引擎的窒息，眼前出现了一道黑色的流体门。机械师好奇之下伸手查探，不料里面有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着他，将其拉入洞中。几百米的安全绳转瞬间就被拉到了尽头。此时黑洞中释放了一道强力的冲击波，冲击波顺着气密通道飞速延伸，连接新领域号的侠侣号被撕出一道裂缝。随着氧气疯狂泄漏，船长只能下令撤离侠侣号，全员转移新领域号。但是新领域号内的氧气设备也遭到破坏，只够支撑不到1天的时间。再看被救回来的机械师，虽有生命迹象，却变成了一个活死人。接着诡异的现象频繁发生，陆续有人出现可怕的幻觉。医生看见了即将病死的儿子，博士在修理飞船的时候看到了已经亡故的妻子，船长米勒在查探引擎的时候看到了曾经被他抛下烧死的战友。每一个幻觉都是他们心里的痛，而且无比真实。博士认为这是因为供氧不足引发的幻觉。话音刚落，一股神秘力量便开始攻击舱门，博士更像受到了某种召唤，想要打开舱门，还好被监测员拦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检测仪上显示，飞船的气密舱被人打开。查探之下，发现是变成植物人的机械师又醒了过来，但他此刻像是失了魂魄，不但将内舱门反锁，还启动了飞船的外舱门。内外舱门中间区域的气压突然骤减，没有防护之下的机械师险些被压成肉饼。好在米勒船长从外边及时赶到，在开启舱门的瞬间接住了他，但在先前空气的挤压之下，机械师的内脏受到了重创，好在没有性命之忧。一系列诡异的事件让船员们越加忐忑不安。这时，新领域号上的记录仪已被修复，不曾想里面记录着一幕幕惨绝人寰的画面。这艘飞船的原船员不知何种原因互相啃食，更有甚者自己挖出了双眼。米勒不再犹豫，当即下令撤离飞船，驶回地球。船员们纷纷行动，开始四处收集物资。米勒则回到侠侣号修复裂缝。然而，就在船员们准备撤离之时，医生再次看到孩子的身影。他一路追寻，可到了眼前，孩子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生命。等到博士发现他的时候，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随后，博士也陷入了幻境。他亲眼看着妻子因为抑郁自杀身亡。身为丈夫的他，因为工作原因常年不能陪伴左右，而感到深深的自责。陷入魔障后，他甚至挖掉了自己的双眼。随后，他就像失了魂一般，在侠侣号上安装了炸弹。众人逃生的唯一希望，随着爆炸声彻底粉碎。目睹全程的米勒立即通知船员，如有见到博士，立即把他干掉。一名船员才刚刚收到讯息，博士就从身后出现，将其杀害。随着队友相继遇害，米勒决定要主动出击。途中偶遇监测员，两人在驾驶舱内找到了博士。博士也终于说出了有关新领域号的秘辛：人类创造出了这台能够制造出黑洞的超级引擎，把它装在飞船上就能实现空间跳跃。本来想以这台黑洞引擎冲出太阳系，却没想到引擎创造出来的黑洞居然打破了现有宇宙与其他宇宙之间的隔阂，
心灵1号在进入黑洞后，就来到了一个比地狱还要可怕的世界。异度宇宙中存在人类无法理解的存在，他们拥有能够激发人类心中梦魇的特殊能力，心智不够坚定的就会被其控制。在消失的7年里，心灵1号里面的船员被他们激发梦魇后无情虐杀，同时飞船也被他们赋予了生命。这次让飞船回来，就是要带更多的人类去那异度宇宙。此时的博士就是被飞船控制了心智，就在他举枪要米勒船长投降之时，原本在外修理飞船的队友看到了这一幕，博士举枪射击，刚好打破了飞船的窗户，内外压力失衡，瞬间将博士吸到了太空之中。米勒带着监测员及时躲到隔壁的船上，这才躲过一劫。那修理工也成功返回飞船，这剩余3名船员都是心智坚定之人，飞船只能自行启动引擎，7分钟后就会开启黑洞，强行带着他们进入异度宇宙。想要活命，那就只有一种方法。根据心灵1号结构的特殊性，只要炸掉中间的连廊，就可以乘坐船头逃走。他们分头行动，由修理工和监测员去向地球发送求救信号，米勒去炸乱连廊。就在炸弹准备就绪时，飞船再次从中作梗，一路用火焰把米勒逼进了动力舱。米勒在走投无路之下按下了起爆键，随着剧烈的爆炸声响起，心灵1号的首尾分离，船头带着幸存的修理工和监测员往地球方向飞去，而米勒则随着带着引擎的船尾进入了黑洞。由于船头没有单独的动力系统，修理工和监测员只能进入深度休眠，等待地球派来的救援部队。72天后，地球派来的搜救部队登上飞船，当为首的搜救员打开面罩，监测员尖叫了起来，因为他又看到了博士恐怖的嘴脸。可这一切又是幻觉。很显然，心灵1号的生命并没有因为爆炸而彻底终结，或许他们接下来要面对的会是更加可怕的人间炼狱。作为最恐怖的科幻片，片中许多恐怖的画面我没有细讲，当年原片更是经过了30分钟的删减才给上映，可就算是删减版，却依旧能让人心头一颤。